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中文学习。中文学习有没有什么秘诀呢？其实我说实话吧，没有什么秘诀。如果你一心只想着秘诀，我觉得那么你就容易走火入魔，你可能做着做着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所谓的秘诀，它其实并不是指引到真正最后终点的真正的路径。因为所有东西你需要掌握它，你就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付出相应的艰辛，留下相应的汗水。其实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有一个人要去修仙啊，所以他来到一个山上有很多神仙嘛，那个神仙就收他做徒弟了。神仙也挺好心的，这么轻易就收他做徒弟了。但是呢，神仙让他干什么事儿呢？其实每天就是担水砍柴啊，最基本的东西。然后那个人慢慢就放弃了，他觉得为什么一直要做这么繁琐的无聊的事情呢？其实啊，真正要做到神仙，他就是从这样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的。学习中文也是一样，你就是要把基础给夯实了，从最基础的最无聊的最简单的东西开始，慢慢一点点提升，不要总想的捷径，不要总想的秘诀。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学习中文它无非就是听说读写这4门功课，对不对？我们要把这4门功课都掌握好了，自然也就把中文掌握好了。咱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听啊，其实很多人会误解它，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们更喜欢用眼睛去看。语言最早它其实是声音，所以你看到文字，它只是一个图像的记忆而已，图像的记录而已，应该这样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多看的这个图像的记录，我们没有听到声音，其实我们对这个语言本身掌握肯定是不够准确的。你能确保你看到的时候，在你自己脑子里想起那个声音就绝对是对的吗？因为你并不是母语者啊，你的发音并不是那么正确的，可能这个时候在你脑子里听到的声音，它的声调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也反复的告诉我的学生们，最主要第一点，多听。而且这个听啊，我觉得分为精听和泛听。其实精听更为重要，就是你反反复复去听一段材料，把它听烂来，听熟来，听到自己不想听为止，就是你能分辨出其中每一个音，这才是真正的听懂了，听得有用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用太在意，就是一定要听特别特别多的材料，把这个面给铺开来，听很多很多材料。其实最关键还是听的精，就反复只是一个材料，你能反反复复去听，然后把这个人说话的这个节奏啊，这个用语等等掌握下来，也是特别了不得的成绩。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啊，就是会为各种五光十色的东西所吸引，为各种新鲜的东西所吸引，很多时候其实是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反反复复的做一件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大人和小孩子之间的区别吧。特别是其实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啊，能得到的语言材料太多，就像中文啊，大家看其实网上这个中文老师太多了吧，网上这个语言材料太多了吧，大家是不是有时候都挑花了眼了？越是挑花眼，越是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浏览这浏览那，反倒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好好听一个东西一个材料，对不对？咱们接着说第二个，说听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都忘了说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觉得呀，反正无所谓，我能首先看得懂，我能听得懂，大概能听懂，说我总会说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说它也是需要不断去锻炼的。就算中文母语者，他也不是天生就会说中文的，都是需要不断去锻炼的。就算我们，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方言的，然后从方言转化到普通话，我们也需要去慢慢找到怎样说普通话才好听的这个方法，它的节奏在哪里，它的音乐律动在哪里，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去练习。其实很多事情啊，我们觉得就是
不要给自己预设一个我到某一点我自然而然就会了，而是在想的，在从这一点到那一点这一个漫漫长途当中，我们怎么把它填充起来，通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优化。其实任何东西，做产品是这样，学习语言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做视频也是这样，就是不断优化的过程。你慢慢练习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之前有些地方它是有问题的，每天改一点点，一点一点进步。虽然你当下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没什么进步，但是等到你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再回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取得了特别特别大的进步。就算我自己以前是成天被我老婆嘲笑我这个口音的，说你这个口音还教人说中文，你不是误人子弟吗？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说中文还挺好听的，我挺喜欢这个老师说中文的。为什么？我就是练出来的呀，我是反反复复去练，反反复复去说呀。这个其实就对大家有借鉴意义。我虽然很多时候其实我这个脑子里很多时候词儿都会想得很好，但是让我嘴巴说出来，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嘴巴特别笨，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这个时候脑子就放空了。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不是就像大家在学习外语学习中文的时候一开始想说的时候那个状态嘛，好像脑子里挤下了千言万语，但是让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对？第三个，读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比较在乎比较在意，觉得我应该花很多时间去读。当然了，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读的话其实也需要就是更有效率一些。怎么更有效率呢？就是我觉得中文的这个材料是读不尽的，就是有太多太多东西了，我们应该专注于就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管是故事也罢，历史也罢，文化也罢等等，只要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钻进去，好好的研究这方面的语言，好好的去琢磨这方面的语言，然后这样你才能真正掌握这一方面的语言。其实你不要总想着觉得我要是只是关注一个方面的这个中文，那别的东西我不懂怎么办呢？不懂怎么了？我们中国人你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啊？没有关系，你这一方面的东西掌握好了，你基本上这个中文的底子就打得很结实了。然后你再慢慢出去探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只要听两句，你基本都能抓住它的核心在哪块，你就能吸收进来。所以永远的任何学习语言的时候，最关键是抓住一点不放松啊，就在于这一点和它死磕死它，然后把这一点掌握纯熟来，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得心应手的。最后一点就是写了，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写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读。你只有读过足够多的语言材料，你才能脑子中有很多很多词汇的这个储备，你才能知道在当下这个情况下，我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描述一个心情的时候，我描述自己的一个感慨的时候，我在评论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这些词汇才能不断蜂拥而至啊，才会在我脑子里不断跳出来，然后跳到我的笔尖，跳到我的键盘上。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个输入然后储藏起来的过程。你有足够大的这个储藏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词汇，他们跃跃欲试的想要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得心应手的开始去写。其实我觉得学习语言无非就是输入输出，输入输出。那么今天咱们就这样，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了。